第一次哎！我原来推过一个戏，让我演女鬼。什么？演什么？你一说古板这个词儿，就是我就马上把目光放在了这儿。古板什么意思？你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会爱上跟你合作的男演员吗？在拍戏期间？我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不许哭，你再哭。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5、周6、12点抢先看《乘风2024》，尊享姐姐请上车、乘风运动会、天真时间等更多精彩衍生。猪八，吃饭了，我过来吃火锅了。哇，我第一次哎！哇哦，好幸福，有火锅儿，哇哦，这么丰盛。今天连这个水果都是打了蝴蝶结的。哎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奖励嘛，对。是啊，我没吃到过火锅。那真的，我们两个还蛮幸福的。你们吃了几顿火锅？2顿了。没有，这是第2顿。对。啊，一共才3次啊，一共才考了3次。对他们俩吃了2顿。还不错。我们今天赢了小考，咱们小浩宇吃上火锅了，是不是？咱在那边在群里说什么，咱必让咱小浩宇吃上火锅，真的，是不是？真的，耶！咱小浩宇还要上台，Can I have a? I like it. 你要睡吗？我嗓子又哑了。你别说话了，静音开始。你可以差不多开始静音。但我知道，我们明天的状态一定比今天好很多。当然，我也觉得。就吃点青菜吧。我要吃肉。那个水开了才能吃。咱把那盖子盖上呗，盖一会儿。这里为什么还写了牛肉，然后还写了它的英文？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考虑到了西西的感受，就是顺便学一下英语这件事儿。对，因为西西以前学英语一直都是就是没付费的那种，就是免费每天20个单词这样。没付费的。是看那个英语那个什么1天20分钟，1个月你突飞猛进学的那种。那你那时候跟 Nicole 怎么沟通的？Nicole 问我多高，我说我33。How tall are you? 33. No, tall. Tall. 168. 168. Okay. 168. 我以为问我多大。哦，对，我就看到那个。我真的是因为没听清，我要为我自己解释。因为我听的超大意，我没有听清，也不至于是没听懂。没关系，我有看到那一幕，我觉得那一幕很可爱。对。我要学英语了。我要学中文。晚上再来上，吃完。对，就有一点那个弄它，我觉得得把自己的就弄到有底为止。对，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底了，一点点。对，但是还真是不是那种。就上去跳不会错的那种，嘴巴对上那种。直接错了。我觉得至少比如说10遍，我们是9遍半或者10遍都是对的才行。你猜猜。这个要求不低。那同一个就走了。就是这么说嘛。我同意。时间太赶。我同意，能达到9遍半是对的。但是还真是老，我想要深一点。哎，你今天又重新测过了那个？对，怎么样？你出来是什么结果？好，你猜猜。我猜，那从一个字母猜嘛。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每一个人先猜第一个字母。可以啊，就每一个人的。我们先猜E 和 I。我觉得花是 E。我觉得是 I 吧。我也觉得是 I。觉得是 I。所以我猜 E 啊。但我是觉得他可能第一眼看起来会像 I，就是会有距离感，就跟你一样的，你是 E 对不对？对呀。
我觉得你们是这样的，就是熟了之后会非常嗨的这种人。这样。哦，啊，看谁猜对了？我是一，你等一下，别说了，怎么了？我们一个一个猜嘛。哦，对，好。你的节奏怎么这样子啊？我害怕你把一什么什么什么全说。好，下一个。N 是人格非常富有想象力，思想开放，对世界充满好奇。他们更喜欢新奇而非稳定，并且对未来的可能性更感兴趣。这就是我本人。我也是呀，我也是啊。我也是啊。好奇。 S 是人格非常务实，注重现实和细节，关注实物信息，并且专注于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西西是 S，S 就比较务实。不要务实。你觉得你是吗？我务实，真的很务实。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务实是，比如说我来这个节目也是务实的一部分。就是我把它当一份很重要的工作。而且我喜欢的，我让我想要做的。而且这个工作很重要。哎，对，没错。你觉得你是哪个？我只记得是 I 的，就这两个字母，你觉得呢 ？S 和我记得我的印象里好像是靠 N 一点的，有这个 N 的印象，S 好像没有。偏务实一点。我很多时候没有那么理性。我记得我当时我那个直不是有直的吗？还是偏比较中间的。但我觉得你像 N，你敢来姐姐，你就是 N。我印象中依稀的印象中好像来姐姐你舒服吗？这个决定你觉得舒服？我觉得非常正确。啊，但是你自己感觉舒服吗？你不管它正不正确，你是愿意的，是不是？他可能是 N，很安于现状和以及很求稳定的。你们就是觉得说我应该一个领域做到这样，我没必要，对吧？你挑战它干什么？你挑战的不仅仅是自己，你挑战还是舆论，总归是会有这种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哎，但是确实我那个时候做题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在我比方说几年以前去选择的话，我的答案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选择就变掉了。哦，所以几年前你可能是另外一种，对，现在心态变了，对。但你知道吗？我这样的人，我能理解我是 N， 因为我到这个岁数，我也没有结婚，我也不谈感情，而且我没有涉及到那么多我要去很实际考虑的东西，我还是活在一个我自己的幻想里，就是我有一个乌托邦。我不能只是仅限于它是乌托邦这个事情。我想要实现它，实不实现了再说啊，无所谓。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试试看，就这种意思。我觉得我以前是这个想法，但我后来就也敢想，也敢做，但是就是会觉得结果不一定是。事与愿违这是肯定的，有些时候，对吧？一定会面对事与愿违的，像我们这种人。但是就是你一定会经历那个你不在乎结果的那个阶段，但是你慢慢的，你经历的东西多了，你就有的时候会在乎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为什么来这个节目？我的乐队快活不下去了，我要赚钱。你当然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但是你喜欢的事情不是大众能接受的事情，没有人替你买单的话，你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对，或者是好的资源他不会来找你或之类的，那就没办法。只不过如果实在你通过努力那个结果没有要到，没关系，过程对你来说也保障，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结果都要得到的，那一定不可能。OK， 聊深了，我觉得，来，我们说一下第三个字母。好吧。第三个字母是 F 和 T。F 型人格更敏感，在情感上富有表现力，他们比思考型更富有同情心。T 是人格注重客观性和理性，将逻辑置于情感之上，就是理性的那种。我的是 F， 通常我都是感性的东西先放在最前头的前头。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讲，某方面是好事，但某方面也是蛮危险的。演员他必须要取到一个中间值，他不能太过于感性。如果太过于感性的话，其实会蛮危险的。有时候进入到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啪走到里面就崩掉了。我目前为止演戏好像只崩过一次，那一次真的是花了1年的时间修复，很可怕。你是哪方面崩进去了？情绪，然后听到音乐，那这首歌的主题曲，然后想到人物，在跟人家阐述说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杀青很久了，半年了，我都还是会哭。那我问一件事，
你会爱上跟你合作的男演员吗？在拍戏期间？哦，我发誓我不会。我所谓的投入进去是我自己个人的，明白。投入角色，并不是一个他的感情线，了解。因为我觉得那太危险了。我也会容易感觉好像要演个我们越剧里面的一个戏的话，如果就是比方说梁山伯，我演完我会觉得我很痛很难过，也会很投入在这种情绪里面。但如果是比方说像演一个姚七郎，他很阳光，就是非常的正能量，然后是那种我整个人的感觉也会跟着他走。哦，你被那个角色带走。我觉得演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一小段时间，不会一直说我这几天都不看，那倒还没有。我其实给我自己就是我不能跟男生演员在一起，因为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另外一半跟人家演戏。哦，真的吗？那你跟我不一样。你这属于情感洁癖吗？算是。我拍戏唯一一个出问题的就是我老公，也是拍戏好的。哦。他从来不看我的吻戏啦，有的没的，通通不看，避开。如果说比如像片头那样突然间剪一个，他就会崩溃，他就觉得为什么让我看这个东西？他回避，但我不一样，我会认真看，我一样认真看。因为他认真。哦，我说你们这个亲的真的是不专业。我说你们这个都没有一个角度，就这样。我说你们当观众傻子吗？你要拧一下，要这样，真的可以，我会这样。哦，真的我不行，我完全不行。因为呢？你是更偏感性的还是理性吧？就简单问。感性。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哭？很多事情，我觉得我情感比较丰富。我会因为专业哭，也会因为家里爸爸妈妈想到他们很辛苦哭，我会因为各方面觉得你如果受了委屈或者痛苦都会哭吧。我觉得哭是也是一种情感表达。我觉得我蛮爱哭的。哎，你昨天哭什么东西啊？聊到自信，你说就是很多的东西，你可能就是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对。然后你说是跟你的成长过程是有关系。没自信的这件事情，简单来讲，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他是比较少称赞。我妈也是。应该这样子，少称赞。称赞这件事情，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该称赞的就要称赞，不吝啬夸奖。但是因为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真的太少于称赞，其实就会变成很没自信，对，所以我就要去好好面对这个，因为我一定要把我这个没自信的东西从我心里面好好的拔出来。我永远都在觉得我不足、不够、不足、不够，其实这也反映在我的表演上面。我其实每次看到我自己的演出的时候，我常常都在雕我的表演，每一字每一句。然后眼神我都一直在雕，那个很可怕的。我现在好一点点。我跟你情况是一样，就是我妈妈也是从小到大不表扬，就是我接到她第一个表扬是我出道，就是得了个还不错的名次。我妈说你是我的骄傲，这样我就觉得哇，都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多大一个冲击。我觉得她居然表扬我了，然后我也跟我女儿有探讨这个事情，我给她了一个小包包，我说你把你已经有的。就比如说，你每天都很开心，然后你又在学钢琴，然后你在干嘛，都放在那包包里面。我说这是你的自信包包，你把它里面装的东西越多，你就会越自信。因为我觉得自信是需要东西支撑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不是没有自信，你只是对东西要求很高。不是，我觉得是他对自己要求太高。对啊，因为自信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他能理解你说的所有东西，但是他做不到。就是我也想自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自信。我教你一个方法，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你在看待别人，你在评价别人的时候，用那个标准去衡量你自己。就比如说西西跳舞，你觉得她做的已经很棒了，她一直很不自信，问你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但是你看到她进步了，你会说，你现在真的已经很棒了，把这个想法放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尝试着换位思考，而是用思考别人的方式去思考你自己。
你怎么样去包容别人的，那就麻烦你，请你包容一下你自己。所以其实你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会对自己要求高，因为你做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要受评价。你做的再好，你自己觉得你再努力，一定也会有人不喜欢，一定也会有人不理解。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逼我自己呢？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的呀，对吧？就是你哪怕只前进了一小步，可是是有人看到的，对，所以就是别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如果你真的这样去对待别人，你就请你别这样对待你自己。哇哦，新的换位思考，这是个很简单的方法，其实，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好，第4个字母是 P 和 J。P 是人格擅长即兴创作和发现机会，他们往往是灵活的、随性的、不墨守成规的人，喜欢保留更多可能性，这是 P。勾是人格果断、坚决，有高度组织纪律性，更喜欢把一切都规划好，而不是顺其自然。P 的人可能更擅长 freestyle。呀，真的太自由了，你知道吗？我喜欢 freestyle 吗？你喜欢吗？其实我是还蛮墨守成规的，我是一个照规矩来的。所以你是勾，对。哦，君呢？君不确定，我觉得就是世界就是需要有规则的，但是呢，我又没有觉得就是它是必须的、一定的，但是有些时候我又觉得这种规则也是可以打破的，所以你这么说，这个说起来的时候，我有点慌了。所以你果断吗？看事情，灵活嘛，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比如说出现一个问题，你可以想到各式各样的方法解决，是这种。那也没那么灵活。然后，所以我们 INFP 是调停者，中文是就是诗意善良的利他主义者，总是热情的为正当理由提供帮助。是的。水星是 ESTG， 跟你们没有一个一样的。哦，对，我是 ESTG， 全部反的。你是总经理。总经理，有点官职。一种出色的管理者。那这西现在没发挥这个管理者的这个呢？我没什么呀。你发现这个事儿了吗？没发现。而且我就是我好像有点很难那个共情，相对而言啊，所以我不太会安慰人，就是我经常会在安慰人的时候，就是不知所措。有，我昨天感受到。哎呀，不要哭了啦，没事没事。很苍白。因为那个同理心，你可能有点难那个感受。那这方面你也是偏理性，说明。对，就是，就是比较理性，非常理性。但我是有点控制欲很强。你看早上什么时候？我定了闹钟，明明可以让我自己起，还要让我起。我如果没起来，他会心里不舒服，他就觉得我要把他叫醒，他该醒了。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有点古板。你一说古板这个词儿，就是我就马上把目光放在了这儿，就是你这古板什么意思？你说，你给我解释一下。就是有一点传统，就是刻板印象，是我的错，我觉得我错了吗？我觉得我需要深入的了解大家。你现在深入了吗？还没有，还不够，打算开始了，但打算开始了，给我这个机会嘛。就你之前除了做歌手以外，还有做过别的工作吗？没有。哇，真的？我没有上过班。我晚上跟他聊这个，我很惊讶。他从3岁开始就要做歌手，真的，4岁的时候你就决定要做歌手，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他就没有。4岁开始唱歌，唱到现在，就是不是唱歌唱的，就是知道自己会唱歌，
哇对，哇，真的，因为我妈就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呢，不是那种就是她们唱歌，就是有的时候她会记不住，然后我妈就总在那学，然后我就发现我比她学得快，我就跟我妈说，我妈你还会学会啊，还能学会，找到了自己的天赋。就比较知道自己习惯什么吧。哇，这个数字要快。这甜瓜很好吃是吧？很好吃哎。这终于不用蘸糖了的黄瓜。啊，原来你吃黄瓜蘸糖是为了这，你下次直接可以买甜瓜行不行？可以，谢谢。咱们就是吃个甜瓜不好吗？你黄瓜蘸糖，你是为了吃这个？笑死了，你真的。姐没有做过别的工作，这太好了吧？但开过酒吧，做过生意，但也就是也不会做，每次都慌。浩宇呢？我是个演员，就一出来就是演员，一直到现在。我毕业之后只做过演员。哇！因为我说了，我做完演员之后，我就没觉得世界上还有第二件事情我想做。演员可以扮演好多角色，真爽。倒不是因为这个，说很久，就是我找不到一个世界上比演员更合适我的职业了。其实我是真的想请教你，因为我很想演戏。我也是，我也很。你们很想尝试，是，真的假的？真的。我原来推过一个戏，让我演女鬼。演什么？我真的，我好声音刚出道的时候，然后我终于接到了戏。他说：“宝贝，你这次演女1号。”我说：“真的？”他说：“对，你去试戏吧。”我说：“演这个角色是什么 ？Gold。” 完了，我说这不吉利吧？我就给推了，但是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任何机会了，我放弃了这次机会。我经纪人跟我说，虽然是女鬼，但你是女1号啊。我说那也不是很吉利，算了。现在让我演女鬼我也行，女鬼也行。这个已经熟了。谢谢。就我个人觉得演戏是很痛并快乐，就痛并快乐。他说很辛苦。所有工作都会辛苦。我觉得所有工作做到最好真的很辛苦。苏丽现在说话已经听不出来是外国人了。是吗？所以这样跟我们讲话无条件、无缝衔接。对，无缝衔接。衔接。我们说完，你马上就连过来。好。苏妮做过什么其他工作吗？有，银行，在银行工作，因为我学的那个 Money and Finance。哦，你说财经的。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会了。I hate numbers。这跟我说钱的事情，我真的有一个那个抗拒。Yes。因为，所以你是上学的时候念的不喜欢的专业。就是随着我爸妈。就这个赚钱，赚钱，这个赚钱，稳定的工作，你去银行有保险。那你后来是怎么从银行转来做这个？就是毕业之后回到越南做3个月，然后真的觉得一天我妈来给东西，然后我说你像一个鬼一样。你可以去演女1号。I'm not living, so no, I stopped。因为一直想做歌手，但是没有那个决定，就是一直犹豫。你是觉得我做这个？没事姐，你坐这。去。你做过很多工作吧？也没有很多，但是有一些。我做过可能我做过驻唱。什么？驻唱就是歌手，酒吧的驻唱。我做了N年。然后还有打过电话。真的啊？对，喂你好，这边有一个什么套餐需要你升级？哇，就这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我还做过厨房后厨。你做过后厨？对，我做过后厨。切菜吗？什么？冷盘冷菜就是沙
沙拉，然后三明治，什么时候的事情啊？都是大学、高中，对，小时候。而且我记得非常牢，那会儿我做驻唱，然后在那个上学的时候，然后那年是，隔壁学校迎新晚会，请了蔡健雅，然后蔡健雅在那儿唱那个歌，红色高跟鞋，我在那个酒吧驻唱，那天晚上我唱的就是红色高跟鞋，那感觉我跟他同时差不多时间在唱，那感觉很奇妙，我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不知道咋说。我还唱《思念是一种病》，张那个粤歌的，对，《思念是一种病》，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后面也就是成功的认识了他，对，就很开心。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做 rapper？ 14年，对，大学2年级就决定做 rapper 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原来小时候很喜欢唱歌，但是家里没能供我去学音乐，然后我天生呢对乐器提不起兴趣啊，提不起兴趣。对乐器，可能因为我手太小了，然后弹钢琴什么的又没够不到，我也是够不到，就是那个键要打开，这样撑着，就是说觉得突然想只能够到6度，对，就够不到。然后其他的乐器也在，因为当时是对面那个邻居，他是你手比我多大，在哦，你这真够。哎，那我一个弹钢琴的时候，我是我们全班手最小的，但是我是弹钢琴的。我没有遇到过成年人。你看，我也是，我比你更小。哇，你这手好小！我的妈呀，你这个手不是？那我的手最大了。天哪！而且苏妮手很长，主要是。我没有遇到过成年女人比我手还小。这个手看上去让我突然觉得有一些害怕。儿童的手，小孩的手，是小孩。对。但是做说唱歌手之前，我就是其实是想当一个唱 R&B 的歌手，对。然后没法学嘛，就是这个没地方学。然后我又是尝试自己创作，就莫名其妙的变成说唱了，也就感觉这个音乐它选择了我，哦，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音乐，真的是这种感觉，对，其实都是这个感觉，对，挺神奇的，我觉得。就工作选择，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你自己没找到自己的天赋，然后没找到底应该走什么，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会有一个东西主动来，对，主动来找你的那个东西就是，对，然后你就莫名的发现，哦，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做这么顺，对。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所以你自己往那条路上走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是适合你的，适不适合，对。哎，所以你们有想过，如果你们不是做现在这个职业，你们会做什么？想过。那你什么契机想改行呢？在前阵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演戏，然后也不会看剧本，然后也不会做任何表演，我整个就是被卡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真的就怎么样我都演不出来。然后如果在小的时候的我的话，20几岁的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死命拼命，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演出来。可是现在就经历这么多了，然后而且也有一定的岁数，然后要我再演回一个是我当初看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演。哇，我那时候其实蛮沮丧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跟公司讨论，我说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想要静一静。所以你就到这儿来静一静。哇！你想过退圈吗？没有，就是我喜欢的工作，我想要，如果可以，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结果我刚刚出道的时候，那是也是属于你一旦参加选秀，就有那铺天盖地、乱七八糟的声音，就有的没的，那已经不是谣言的程度了，那可能就是乱七八糟说了那种。就我妈是说过的，就说咱们别在这圈里待了，就是好。因为其实那种舆论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承受的，就突然来是没有办法。我们都是那时候都是小朋友，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事情。对呀，我特别理解那个感觉。对啊，我当时屏着一口气，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事情，我说我要做给你们看，我就要让你们看到我到时候干得很好，你们自己打脸。就是有这个，就咬了一口这个牙，相当于后槽牙咬着在干的。开始的时候，
然后后来干着干着干着，这牙就越咬越松了。就觉得其实那无所谓嘛，爱谁谁，就是我干好我的事情，就是你的，就像你说的，只要你努力，就是有人会看见。你想过吗？想过。为什么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我父母在澳洲开了一个餐厅，就是那种白天卖西餐，然后晚上可以喝酒的，有酒牌的那种餐厅，然后就一直赔钱。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我工作也不是很理解是吗？对，就是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做的事情就是，你就感觉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被别人决定的，然后做出来的效果也不好，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废当时，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做了，我就想说那就跟父母一起出国得了。我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放弃那件喜爱的东西，就放弃音乐的话，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会不会后悔。但我后来觉得真的，我考虑了好长时间，为什么我后来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跑去做乐队，就是我不想我七老八十的时候说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个决定了，因为这个决定真的会后悔一辈子。我说哪怕我不成功，哪怕我没做出个什么样来，至少我试过了。我就是不想让我自己老的时候死不瞑目，就觉得我就那件事为什么就没干。我很能理解，是吧？你也不会吧？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之前说过有被伤害过，想要退缩过，但是你说我想改行，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这个你喜欢的这样东西，它确实就是刻在你，它成为你部分，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但是我又特别认同他刚才说的话，就是说他给了你力量，但是他又让你脆弱，因为特别在乎。对啊，就当时。根据你爸妈是严厉的爸妈吗？对啊，我就是还是会就是从小很鼓励。就是会，当时刚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相对对我比较自由，比较害羞，他们不太会表达，但是也没有很严厉。对。那你学唱戏是他们小时候是你自己决定？但是我学习的过程，我的老师们很严厉，是我学艺的过程特别的，因为要求会特别的高，然后你就会有压力，你就会想要做到最好，就想要达到老师的要求。然后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是，我老师也是，就是他们会很直接，只讲你问题，因为有这么多人然后你好的可能就先不提了，先把问题解决掉。所以可能我接收到的也会说，可能这里还不够，那里还不够。所以我看到别人的也是，他这里比我好，那里比我好，我看到更多的是别人的优点，看到自己更多的是缺点。我就要让你看到我然后就会给自己压力，自己打脸，就是有这个，就咬了一口这个牙。那你从多大开始学？开始的时候。算晚吗？算晚。后来干着，学粤剧的话，可能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年纪。但是如果说是别的金昆的话，可能要再小。对我好像以前看的都是很小的。就是有人会看见。就这样开始。那一直学到什么时候考？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吗？没有，我的大学就是也在学这个。就是那你考大学是考这个专业吗？哦，那就跟我学画画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他就是学历在一起的，高中啊、大学啊。我爸妈都不会讲。李导好努力，李导好努力，他现在想不住，李导好努力。但而且我不是一个特别爱社交的人，就你不喜欢社交？我不喜欢社交 ，really？ 真的不喜欢社交。但是我在某一种状态下会强迫自己去社交。你做过那个 sales 是应该叫 sales 对 sales 对 extrovert 啊，那个不是社交，只是一个 pay job， 是一个 extrovert 才可以做的 introvert 太辛苦，所以我赚很少，赚不到钱，太辛苦了。对，而且天天压力超大。我们有做一半，那个时候有那个就是一起的那个不是哥们儿，就是一起工作的，你一排看过去就突然站起来，爆摔那个键盘，就是超生气，耳机一扯就该爆摔那个键盘，然后我们就又封一个，
就大概说不好意思哦，这边有点吵，打扰您了。然后就看他发完疯以后，差不多就开始继续。喂，你好。哎，真的好，好真实啊！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for real， 真的。我疯了一个人。但我看你们肯定是不爱社交的人。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是4个 I 人，没有人喜欢社交。我第一次看到你就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聊天的时候展现个性，安静的时候展现美貌。就我们安静的也很好看。别来沾边儿，别来沾边儿。嗯，对我初见面我应该是真的是没怎么讲话。但是我心里其实是很确定说。不一定说初见面大家就要很熟，其实我之后我一定会认识到别的姐姐，我一定会跟她们认识，所以在那一刻，可是我自己我不太能够说站起来我去跟每个人 social 啊，但是我之后我一定会认识他们，然后我也觉得一定有机会说去变熟，不一定要在那一刻，但因为我坐那边我也不难受，所以我就一直坐着。好稳定 ，good。但我觉得这稳定是要锻炼，要理解，他一定是相对已经非常了解他自己了。对，我非常了解我自己了。我真好羡慕你们呢，我都没有时间跟自己相处，因为我的时间被大把的时间分配给了爱人、家人，还有我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所以我被占得很满。那你会困扰？不会困扰，不会，因为我很满足。那其实就很好，很好了，对，很好。我没有什么需求，每个人的需求跟感受不一样。对，所以我后来变成 INFP， 好像是因为没有什么诉求。不是关了门啊，那我不是，我是脆弱小蝴蝶。我也是脆弱小蝴蝶，随便别人碰我就开始，我就倒在地上呜呜哭。对，是。我之前就是后面但是你会不喜欢倒在地上那个？对，我是不会，我倒在地上我就会非常就坐在那里就是哭。就我不管，我就是要脆弱，我这个就是脆弱到爆炸，你们谁也别来，就是别想让我变坚强 ，no。我懂，我就也是最近就是2年才能找到说情绪必须要有出口，哪怕愤怒，比如说我们就写歌嘛 ，rapper 其实很多愤怒全部藏在歌里，所有的 anger， 所有想说能说不能说的话，全部都在我们的作品里。但是悲伤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悲伤它会侵蚀你，而且它会在某一刻突然出现。对，我不会哭出来，我会觉得有一点一个人也不会哭，不喜欢，有点丢脸。就是对自己也会对，因为这种感觉是什么？可能是我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不许哭，你再哭吓到了，就是这种吓到了。对，就你会有一个环境一直让你觉得我哭好像做错事了，对，你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对，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暗示。很多女孩子可能小时候都会觉得说，你这小女孩遇到什么事儿你就开始哭。那一下你就不敢了，你知道吧？那一下你就，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情感？你就会有那个感，我为什么要展现给你看我的脆弱？关起来了，我就关起来，我一下咔 close。I have to be strong. That's my job. 我不是这里赛道的，没搞过女团，我只是假装坚强。我就今年这2年，我就可能觉得昨天摔着了，知道哭了，知道哭了。所以你知道我昨天一看到他要哭，我就说我们撤，你让他自己哭，因为有一些人对不太适应，对，可是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去接受，一定需要的。但是你这个事情是可以练习的。我以前就是我也不喜欢特别是我不喜欢当别人哭，是我就是拍戏有的时候我拍崩溃了，就是我当着机器，我没在拍的时候我开始狂哭，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但是那一次之后我意识到我自己有这个点，可是我当下我抹掉眼泪，我立马就说我说没事，给5秒钟之后我就好。但是你让我现在先留下，然后5秒钟擦完以后，我立马能拍戏，我页纸的词我一个字都不会忘。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不是问题，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想哭，可是你哭完你还能做事情啊。我一页纸的戏我演完了，它不会真的影响到我们想做的事情。之后我就放开了。我后来发现这个其实是你正确对待自己的一个情绪，就是它没有什么。对，
它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哭很脆弱，好像觉得完了，我是个废物，我是个垃圾，我是个废物，无用的人，我完蛋了，我怎么那么对没用哦？你看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做了什么，我就开始哭，就我后来就不会。我懂。这是有吗？有想过要退这个圈子吗？有，有过这种想法？当然，什么时候？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对，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这个圈子里面。真的。那什么事情会让你很想退圈？就一直成绩没有非常的好嘛，然后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大众喜欢的，然后想要做的音乐，我觉得都比较偏艺术一点点，都是就是好像我自己才 get 得到，但是可能大家听到你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有一点不 get 得到。久了之后，你还是要生活嘛。如果我不做娱乐圈，我想要去干嘛？我想要去。我对心理学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兴趣，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人很需要，老人、年轻人，我觉得就是社会给很多的压力，因为社群开始很发达，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照顾老人，我很不喜欢，然后我很心疼，就是他们到一个时间，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能自己去。照顾，对，自理。你看，就是你谁会？哎呀，我外公他一直就在澳洲嘛，那时候他也是很不健康，然后也住医院了一阵子，然后我就每天去医院那边去看他。然后我看到就是旁边的床位有很多人在旁边，就是会去问说，为什么他都那么多人关心他，然后没有人来关心我？我就觉得，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可以帮助这些人，然后我是也希望我可以有能力可以去帮助社会，就是这些东西我可以就是去贡献。那其实这个就让我回到我想要，就是回到这个娱乐圈，我要继续做下去。因为其实如果我不是人家知道的还是什么，没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怎么去改变这些东西？如果我就是现在不做这些，我觉得我就会去学那一方面的，就是心理学，或者是养老院，然后照顾别人，能给他们。对。我刚因为我错过了一些，是吗？那我老的时候你可以照顾我吗？因为我第二个，我真的是点到你，每次都是你点到我。我去年年底的，我外婆走了，我外婆说要把我带大，然后这个是我外婆，然后最后那两年是在养老院过的。但是你知道吗？她走的时候，我是有工作的。所以有点遗憾。我主要是我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当时我其实是很整个情绪是很崩溃的。然后我觉得我是个成年人了，我应该在情绪上已经管理好了。对于就离开这件事情，我可以就是用工作的忙碌把它盖起来。然后我外婆也是那2天下葬，我也没有办法回去，但是我外婆跟我感情很深。情绪如果要就是憋在里面，这个爆发就很可怕，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是卡着我的事情，就是我外婆的这个事情，君君帮你把你的下睫毛收好。对不起哦，你都饭吃成这个样子。没有，
你知道吗？如果我坐在你对面，我很直观的，你知道我以前歌迷有一次喊我是什么？就是我在台上哭的特别那个，我以前贴假睫毛嘛，然后我歌迷就说刘鑫别哭，假睫毛会掉，假睫毛会掉。然后我当时，我现在看着你，你知道吗？你整个下睫毛全废了。我想说，鑫妹别哭，假睫毛会掉。每次不假睫毛都，我只管了你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没照顾到。你管上。好了。哎，我认真的，弟弟，如果你将来从事这个行业，你愿意照顾我吗？愿意，我愿意。把我一并照顾了，可以。哎，你看到吗？哦，我们是 F， 看一下 T。你看到这是差别。你刚才在哭的时候，你在擦眼泪，然后我看他手也抬起来，说哦，揉揉眼睛。不会你吃，你吃，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别控制，你让我们疯一下就好了，你不用管我们。发泄一下，发泄一下。可以理解。这些人啊，太沉重了，要不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就得一直哭下去。我跟你讲，真的。想点人。没有很沉重。说你，如果你今天，我们想象今天要过一个完美的一天，你会想做什么？完美的一天。因为苏妮她其实她性格跟她看上去完全不一样，她就喜欢玩那种比较危险的运动，肾上腺素极高的那种。我可以想象哎。啊？她看上去一看就不是真正的小甜妹。骑摩托吗？我超喜欢骑摩托的。你怎么看出来？就是感觉他会喜欢骑摩托。我真的还是有点真的喜欢骑摩托，真的。她看上去是个酷妹呀。我还是饭吃少。你们来越南，我可以带你去骑，你骑摩托，他骑摩托，我骑电动。我超级喜欢骑摩托车，我超爱。哇，那你们可以相约去骑摩托，姐也是。哦，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喜欢骑摩托？所以你呢？你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你要干嘛？好难玩。就是如果在现阶段，你让我觉得最完美的就是给我一天假期，我会去山上。什么？我也是。上山，我爱爬山。爬山。因为我可能对我来说完美的一天是我需要 ，like 就是置换我的能量、磁场跟能量，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它又琐碎、复杂，它又多，然后它其实比较消耗一个人的创造力，跟一个内心的东西的。然后当你一直在掏、一直在掏、一直在掏的时候，某一个点你就会觉得，我如果不去，我有点空，我如果不去置换一下，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一句歌词，就叫置换体内星辰河流。我觉得哇，怎么能讲得这么准确？就是你走到山上，你走到没有人的地方，你走到只有大自然的地方，你才可以把你整个身体从里到外的东西都感觉。对，就是流动起来，然后你感觉自己吐一口气出去，吸收日月精华。对，你要吐一口气，你要真的能够吐一口气出去，然后再真的吸一口气进来，这跟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大家都在那完全不一样。哦，我懂。我的完美的一天，可能我觉得出去有一个有海或者有山、有瀑布、有森林的地方，只要是能去跟大自然接触一天就好。或者我一整天听一整天的歌。对于我们来说啊，这是营养进入的方式。对，就像看电影也好，或者什么样，那是就像我一整天都在剧院对，我就必须要就扎到那个一块干的海绵，必须要马上泡到海水里，一下我就回来了，就那个感觉太棒，你会觉得自己还有可能性。对，你会觉得我还充满了生机，我还有好多不一样的音乐，好多不一样的视觉，我要去实现它们。对，纯纯就是这样。对，哦，那适合完美。姐呢？我刚才想了一下，应该就是刚刚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然后可以当天赶回家，
赶回家的时候，孩子们还没睡，他也可以陪他们吃个晚饭，然后对，然后陪他们吃完晚饭，发现老公今天也没上班，我们俩去看个电影。哦，对，好喜欢看电影哦。对，然后看个电影，晚上2个人，哎，发现时间还早，刚刚才12点、11、2点，我们电影院离家里也不远，我们就可以自己慢慢走回家。然后走回家的路上，哎，正好发现有一家路边摊很好吃，然后把这个路边摊吃了，哎，发现今天2个人又高兴，又喝了点，哎，回家睡觉就圆满了一天。啊，这听起来就好美好。你的完美的一天非常精准，对。就是你感觉自己既做了喜欢的事情，很有成就感，但做完这件事，我还有余地、有力气、有时间去做，去跟我爱的人、我的自己的环境去相处，就真的很完美。我讲实话，就真的很完美，我也会觉得它很完美，是很完美。我经常会有，但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就很完美。对，希望我们明天打起精神来。明天后天坚持2天，姐姐们26号全摆烂。好，跟我们台上晚安，晚安，耶，晚安，姐姐们。好。哎呀，你们几个就给你放这儿吧。晚安，晚安，自己啦。上微博搜索“乘风2024”，点亮公演舞台，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上微博参与“乘风2024”话题互动超盲盒，看节目隐藏彩蛋。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独家合作时尚媒体时尚 Cosmo，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团新社，专属另一个房温莎 KTV，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特别合作百度美图秀秀 Wink 无他相机 WiFi 万能钥匙网易有道词典途家凤凰新闻丽丽城检票集团长沙意象城中心。